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初木手工皂，我是依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制作高效成分的左手香萃取油。坊间有不少使用新鲜左手香制作萃取油的方法，这个方法并非不好，唯一的问题在于小火油炸的油温通常会过高，但是呢，油温在65度C 以上就会有变质的疑虑了。此外，新鲜左手香萃取油可能会残留水分，因此较容易氧化变质，使用期限较短。那么，使用干燥的左手香萃取油就能避免这个问题。左手香从新鲜到干燥仅剩下10%的重量，好，就如同我们上一集影片有讲到的，也就是说，那么我使用干燥左手香制作左手香萃取油，只需要新鲜左手香的10%的重量呢，就可以做出浓度相等的萃取油了。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则是你建议2种萃取的浓度，一种是干燥左手香比上油脂的重量呢是1:5，那么这个方法就能制作出2倍浓度的萃取油，它富含较高的左手香成分。这种萃取油适合拿来制作左手香膏。那么另外一种浓度是干燥左手香比油脂的重量呢是1:8到1:10。如此制作出来的萃取油，它的浓度是足够的，但不会太高，比较适合拿来做手工皂。一则它的颜色已经足够，也不会浪费过多的萃取油；二则也可以避免肥皂这个萃取的浓度过高，产生素屉的问题。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干燥的左手香。那么就如同上次影片讲到的，如果呢你要制作油膏的话呢，建议你用高温干燥的左手香，它会有一种酸酸甜甜的香气哦。那么如果呢你想要制作的是手工肥皂，你可以使用低温干燥的左手香。低温干燥的左手香，它也有非常甜美的青草的气息，而且呢，它有比较漂亮的绿色哦。你们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做选择。而油脂的选择是非常多元的，我建议大家就不要使用未精制油脂。因为它本身的气味是会盖过左手香的味道，就不太适合拿来制作萃取油。如果呢你是为了制作肥皂而做萃取油，那我建议你可以使用椰子油，还有棕榈油这些饱和脂肪，它的油脂呢稳定而且能耐高温。如果呢你是为了制作油膏而做萃取油，那么建议使用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甜杏仁油、高油酸葵花油这些油它的肤感比较好，而且呢油脂也比较稳定。第三个我们要准备的是95%的酒精我介绍的这个方法，它是一个利用酒精的萃取能力作为一个媒介的萃取油方法，所以我们要准备酒精。那需要的是高浓度的95%的酒精。那建议大家使用谷物做成的酒精，例如说这个台糖有出的95%的酒精制酒精。那再来，我们谈到加热的工具了。好，在这个方法里面，除了使用酒精做萃取之外呢，它还是需要对油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加热。那么这个加热呢，有2个好处。第一是它能够高浓度的去萃取出左手香的成分。第二个好处是透过加热可以让酒精挥发掉。
那么我使用的主要的工具是果干机。好，大家以为果干机只能做果干哦，其实不是，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加热工具哦。因为呢，它可以设定温度，也可以设定时间，而且它可以设定较低的温度。好，它是透过这个果干机内部的这个温度哦，然后来使我们的油温呢慢慢的升高。所以呢，我觉得你有果干机的话，就建议大家使用果干机来做加热。好，但是呢，果干机哦，它的大小呢也会影响你的萃取油量，所以你必须要互相配合哦。像我做的量都不多，所以我用比较小型的果干机就可以完成我的萃取油。但是如果你要制作比较大量的萃取油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台大台的果干机。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当然也可以用炖锅啊，或者是用电磁炉，像我这一台是黑金炉的电炉，就是对它直接做加热。这两种加热工具也是可以的，而且它也许也可以制作比较多的萃取油哦。但是你的炖锅跟电磁炉呢，不一定有控温或者是定时的功能哦。你就需要呢，经常的对这个萃取油呢去测温，然后呢适时的去关闭电源哦，或者是开启电源啊，因为油温可能过高的时候，你必须要关闭电源。好，那它在过低的时候，你要开启电源哦。那市面上呢就有一种外接的温控装置哦，它是可以去侦测这个我们的加热的这液体的温度，然后自动关闭跟开启电源，你可以拿来用用看哦。那因为我有配合这个温控装置来使用过哦。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炖锅哦，还有我们的油量哦，还有你的这个机型哦，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它这个温度究竟要设在多高跟多低，你必须要自己去实测才能够抓出来。那以我的经验哦，我发现这个油温它测量到最高温度的时候，比如说65度最高温度，好，那它自动关闭电源，但是我们的油温还会持续升高。它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聚热的关系，那一方面有可能是炖锅的保温的关系所以它的油温可能会在往上再高上10度、10几度都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呢，你可以将你的关闭的这个高温呢，把它调低，比如说调到50度或者是55度哦。好，但是呢，你这样子你就比较不太能够控制说你的油温让它稳定在某一个温度。但是我相信哦，我们还是有对这个左手香呢做了一个热萃取，所以还是可以使用这一种炖锅跟电磁炉直接加热的方式。但是你就是记得要经常的去测温。其他的工具我们来讲讲就是包括你打粉用的机器，你可以用电动搅拌棒打粉也可以，或者是如果你的粉量比较多，你就用果汁机来打粉。那么你也可以用像这种，就是它是这个磨豆机也就是磨干粉机比如说你有什么芝麻或是辣椒或是咖啡豆可以磨粉的这种干粉机也可以，它一般容量就不会像果汁机那么大，比较好打粉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用果干机来做加热的时候呢，我建议就是可以用烧杯然后把这个烧杯就放在果干机当中，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种耐热的这个 PP 的容器，塑胶杯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另外呢，就是要准备一些过滤的器材，比如说盛装的容器或者是过滤的筛子，好，滤布。那或者是你在倒油中的时候，你可能需要量杯。还有呢，你之后要用什么样来盛装，什么样的容器来盛装你的萃取油呢？你可以用这种玻璃罐或者是深色玻璃罐更好，它有避光的效果或者是你用这个 PP 塑胶的密封罐也是可以的。那么呢，有一些人像是我会用滤布，可是有时候会觉得有渣，所以你还可以用咖啡的滤纸再对它做一次过滤，会过滤得更细。好，那大致上我们的需要的工具就是这个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左手香萃取油喽。好，首先呢，第一个大步骤就是先做酒精萃取。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步骤呢？因为酒精本身它是有非常好的萃取能力，跟油来相比的话，油的萃取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酒精它的萃取力，将这个干燥香草植物的成分把它释放出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成分呢带到油当中，那么你就可以做出很高效的这个左手香萃取油了。好，那么我们要开始制作之前，一定要先确定我们到底要做多少的油以我这次来说，我希望我的低温干燥左手香能够做100克的萃取油。那呢，我的高温干燥左手香，我也希望能够做100克的萃取油。好，那再来我们就要去决定我的萃取油的浓度的比例。好，在前面呢有跟大家讲到，如果你是做左手香膏的话，或者是护肤油的话，你可以用比较浓的比例这样子的它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决定用这个高温干燥左手香来做油膏，所以呢，高温干燥左手香的部分我就用1:5的这个萃取的比例。那么我要做100克的油的话，所以我就需要20克的这个高温干燥左手香。那么在低温干燥左手香这部分呢，因为我比较想要拿它来做左手香的肥皂，因为我觉得它颜色比较漂亮。那么做肥皂方面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浓度不需要太高因为我们比较低的浓度制作肥皂比较不会速梯，而且也比较不会过于浪费这个很珍贵的干燥左手香。低温干燥左手香我做1:10的比例，所以呢100克的萃取油我就用10克的低温干燥左手香。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我需要的左手香的这个分量我们先量出来。我需要的是20克的高温干燥左手香。好，你不要看20克其实是蛮多的都快要用完这一盒了。哇，差不多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好，那再来呢，我要做什么？就是对这个左手香做一个打粉。其实它干燥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做萃取油，不一定需要打粉。但是打粉有什么好处就是第一个，当然缩减它的体积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打得越细，它的接触面积越多，接触到酒精的面积越多，它能够释放出来的这个成分就越高。那之后呢，我们在做萃取油的时候，它能够释放浸泡到油的部分呢，也就更多。所以粉打得越细这个它的成分释放的就会越高。好，那这部分呢，我先就摆在一边。好，这是高温干燥左手香。那么我们低温干燥左手香就量它的1/2就是10克的这个低温干燥左手香。好，这边是5克，好，这里也是5克。好，这里总共10克。那么这个呢，就是高温干燥左手香，总共20克。我这一次呢，就会做2种萃取油给大家看。再来呢，我们就是来打粉了。好，那我使用的是这种干粉机，它这个也是可以拿来磨咖啡豆的，你们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厂牌很多你们自己去挑选就可以了。好，那么它这个容量它有一个刻度，就是不要超过它的容量。那所以这边如果比较多的话，我就会分2次来打粉。那如果你要做的量很多，其实你也可以用果汁机来打粉。那如果量不多的话，也可以用电动搅拌棒来打粉。好，那么我就先放一部分进来那我就开始打粉。好，哇，超级香的。好，大家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粉，细粉就可以了，不需要打成粉末状不需要这样子的细粉就可以了。哇，超级香的。
好，那么呢，因为我们要分次做嘛，我们就先把这部分的粉我们先把它倒出来。好，这就是其中的一半。那我们再把另外一半打完。高温干燥左手香粉就打好了。那在我打这个低温干燥左手香之前呢，因为它已经变成粉末了，对不对？一旦变成粉末，其实它的成分就会开始释放散失。所以呢，我先决定，我们先来做这一部分的这个酒精萃取。好，那这部分完成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低温干燥左手香的部分。好，那么你们就选择一个密封罐的容器哦。最好是 PP 材质的或玻璃材质的都可以哦。那最好呢，就是要有一个盖子可以盖。那如果你没有盖子呢，你要用保鲜膜哦，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密封。好，那么我决定呢，我要用这个玻璃罐。我先呢把这个粉就倒到玻璃罐当中。好，我觉得这个罐子有一点小，那我现在换一个比较大的罐子哦。我已经把它装到密封罐当中了。再来，我们就是要加入酒精。那酒精我们要加多少的量呢？它要加你的左手香粉的重量的75%。那刚才我们知道我们用了20克的干燥左手香，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要加多少酒精呢？就是加15克的酒精。那有跟大家讲哦，要用这种高浓度的，要用酒精。好，那么我们来加进去啊。如果呢，你怕你倒的量不精准的话，你可以先把酒精把它倒出来一点。好，比如说15克，我这边就先倒。好，超过15克一点。好，那么我再呢把酒精倒到里面去。哦，好像有点洒出来哦。好，这里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够。那不够的部分呢，我一样倒一点出来。那我们改用什么呢？我们用滴管。好，这样子就会很精准了。我这里就是有加入了15克的药用酒精。好，再来呢，我们酒精加进去之后我们要让酒精跟这个植物粉能够彻底的接触到，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汤匙把它尽量做搅拌，让这个植物干燥的植物完全都能够接触到，每一个面都能够接触到这个酒精。所以你在搅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个植物粉呢，它开始变成有点像是好像青苔这样子湿湿黏黏的。好，当然你也可以把罐子的盖子盖起来，用摇晃的方式也可以。好，感觉差不多了，我们就把盖子拴紧。好，轻轻的再摇晃一下。好，那么这一罐呢，就是让它静置。好，摆在那边不要晒太阳你就是摆在架子上就可以了，让它摆至少24个小时。你多摆久一点的时间也没有关系它就是反正浸泡的时间越长，它释放的成分越多，但是你至少要摆24小时哦。好，那这样子呢，就算是第一个步骤，我们酒精萃取的步骤就完成了。好，同样的方法呢，我现在来制作低温左手香的这个酒精萃取的部分了。好，那一样，我们刚才已经量出来了我们的低温左手香，再来就是对低温左手香做一个打粉。好，因为它之前事先有被切碎过所以它的体积没有这么大，那我们量也没有那么多，我就可以直接来做打粉了。
哇，因为它曾经被搅拌过，所以它这次这样子再做一次研磨的时候呢，它打出来的粉末就会变得非常的细，哇，像有烟一样啊，味道也很香哦，有一种青草的香甜。那我这部分呢，就放在这个比较小一点的罐子里面。再来这部分，我们一样要加入酒精。好，加入多少酒精？就是跟刚才一样，这个左手香粉重量的75%。好，所以这边我们用了10克的左手香粉，那我们就用多少酒精呢？我们用7.5克的酒精。好，那这些我们先来倒进去好了，把刚才剩下的这些用完。好，这里有多少？好，这里刚好是2克的酒精，那我这边就来量5.5克哦。好，倒一些出来。好，我们要再加入5.5克。好，这边5.4克。好，5.5克，这样就可以了。好，一样哦，我们把这个粉末呢跟酒精让它完全的接触到，它会变得有一点湿湿的。你只要有看到还有干燥的部分呢，就尽量的把它搅拌到都沾上酒精。这边都沾上酒精了，也可以稍微这样摇晃一下。那我这边就有2款喽，一款是这个高温干燥左手香，一款是低温干燥左手香。我们呢要静置至少24个小时。那你怕搞混的话，记得我们要用一个标签做标示哦。好，那我们就写下现在的这个时间。好，现在是上午的10点45分，所以我们要到隔天的。至少等到隔天的上午10点45分，我们再来做油的萃取。好，那我们就做个记录。好，我们就先给它贴上去。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第一个步骤了。那么明天我们再来完成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油萃取的部分喽。好，现在的时间是隔天的早上10点46分。好，也就是说，我们浸泡酒精已经完成24小时的浸泡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做油的萃取。好，我在之前呢，如何萃取出最多干燥香草的药性的那支影片当中哦，有介绍一个就是 Maria Noella Grove 她的方法，她当然也是跟她的师傅Michael Moore 学习来的。那个方法呢是不需要对油进行加热。那么我这次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还要对油进行加热，所以呢它能够萃取出更多的药性。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透过加热的时候，原来我们加入的这个酒精呢，也会得到挥发，所以最后你的萃取油当中的酒精就会非常的少哦，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呢，你要说能够100%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残留一点点。当然就是要看你这个萃取的时间，还有萃取的温度哦。当然温度比较高的话，那酒精一定都可以挥发干净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油萃取，那并且呢对它做加热。好，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就是有低温的左手香，低温干燥的左手香哈，还有高温干燥的左手香？那么我今天呢这2款我都会做油萃取。那低温干燥的左手香已经有跟大家讲了。我会拿来做手工皂，所以呢，我会用椰子油来做它的萃取油，因为呢，椰子油它本身是饱和脂肪，它比较耐热哦。那我们呢加到手工皂当中也不会加的那么多哦，所以我觉得用椰子油来做萃取是还蛮好的一个选择哦。好，那么我要加多少呢？
因为等一下哈，我会把这一罐啊就直接放到我的加热器，我是用果干机加热，所以呢，我的油呢我就会倒到这个玻璃瓶当中，然后呢进到果干机当中，然后对这个油跟左手香进行加热，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左手香的这个酒精浸泡就留在里面，然后呢，我把油倒进去。好，那么现在呢，我要倒多少的油呢？我就是要来倒100克的椰子油。那么在我们到时候做过滤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减损的。那你在做手工皂，你的油如果减损的话，是不是氢氧化钠就会变多？这样子呢就可能会过碱。所以你可以到时候再多补一些椰子油进去避免过碱的情况，或者说你现在呢就可以补一些椰子油进去。所以原来我是要萃取100克的椰子油，那我现在呢我就倒110克或者是多一点120克也可以那我就倒115克好了。好，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浓度好，116克。那么油都倒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好，就是让你的这个左手香跟油就是昨天浸泡左手香的这个酒精萃取的这部分我们跟油呢可以就是充分的接触到。好，那我盖子就不用盖了，等一下就进到果干机就可以了。好，再来呢就是这边我先收拾起来。好，再来就是高温干燥左手香这部分昨天也有跟大家讲了，这个高温干燥左手香呢，它的浓度会是这个低温干燥的2倍。好，因为我低温干燥左手香粉我是用10克，对不对？高温干燥左手香粉我用了20克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会拿来做左手香膏，所以我就选择比较亲肤的这个油款因为它要做香膏油膏嘛，我们会直接涂抹在皮肤，我们就尽量可以选择让你皮肤感觉到比较舒适的油，所以我这次呢，我选择了是这个甜杏仁油。好，那么我也是要萃取100克。好，那我这边一样我就到115克，差不多114克这样子也可以。好，那么一样我们刚才这只汤匙可以稍微擦一下好，一样我们把它稍微搅拌一下就让它这个左手香跟油都接触到。你看这2个颜色在搅拌的时候，好，这样可能看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肉眼看就有点稍微不同好，这个是比较咖啡色的，那刚才低温的就会带一点绿色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对它做加热了。我是用果干机来做加热，所以等一下我会同时让这两杯油都进到果干机当中。用果干机做加热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是说，第一个它可以控温我希望我的油温不要高过65度，所以我的果干机我会开在60度左右。那么第二个，它可以控制时间，就是我希望我的萃取是8到12个小时。比如说以这次来说，我要萃取12个小时，所以我就可以定时12个小时之后呢，它就可以关闭电源了。好，所以呢，这样子就会非常的安全，然后油的温度也非常的稳定。但是如果你没有果干机，你也想做的话，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可以用炖锅也可以用这个电磁炉，但是你就是要搭配一个控温器那除了搭配控温器之外，我也是建议你一段时间就要回头去检查一下温度，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要离开这个电磁炉还有你的炖锅太久的时间，因为
很可能就是说它的温度会过高哦，我是觉得安全性上会有一点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自己要去根据你的需求哦，你自己去做调整。好，那我大概就是介绍到这里。那我是觉得果干机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2瓶哦放到果干机当中。好，这2瓶刚好呢，就是可以2个都进到果干机哦。这还是小台的，如果你是大台的话，你就可以制作更多的量了。再来呢，就是设定这个温度这边按一下我的温度呢，我会控制在60度啊，因为加热它的对油做这个加热的时候，其实油温还会往上升一些些。那根据我的经验哦，差不多在60度呢，它的温度就会大约在62度、63度哦，应该不会超过65度哦。好，那时间呢？时间我就设为12小时。好，那我就启动。现在这个时间是早上的快11点嘛那所以呢，12个小时之后就会是晚上11点。那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去把油过滤出来但是呢，因为我的工作时间的关系，我会隔天才回到工作室，所以这个左手香就会继续浸泡在油当中也是对它做一个温萃。那么之后我有时间，我再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但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直长时间的浸泡着因为呢，它的成分其实大部分也萃取出来了然后你一直浸泡着呢，其实也会影响到油的品质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尽快的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等到明天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油的成果吧。好，我们的浸泡油已经经过12小时的热萃取，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从果干机当中拿出来做一个过滤咯。这个就是我们拿出来的左手香浸泡油萃取油应该是说萃取油这个呢就是高温干燥左手香，那么这个就是低温干燥左手香。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过滤。那么在做过滤的之前我们一些过滤的工具呢，包括像是这个一个盛装这个过滤油的容器，然后你的筛子可能会需要用到刮刀，好，漏斗还有呢，你要盛装这个你的萃取油的这个瓶子这些呢，我们最好事前先做一个这个酒精的做一个杀菌它会这样子呢，它就会比较干净它保存期限也会比较长。杀菌好了之后，我们就来过滤我们的萃取油吧。记得我们在做过滤的时候呢，我是建议你可以戴上手套。好，那呢也并不是说这个油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伤害，不是是因为它这个左手香的萃取油它会有一些颜色，可能会把我们的指甲染色，然后你手油油的，有时候操作起来也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就把手套戴起来等一下操作上就会感觉比较方便一点。好，那我们要先来过滤哪一款呢？我们先来过滤这个高温干燥左手香，怎么样啊？好，那你呢准备一个这个筛网，那上面呢最好还要一个这个像这个豆浆的滤布那我自己呢，我是会用这个静电除尘纸。那么这个它是洗脸布它这个材质都是安全的，而且它这个孔径非常的细，所以可以过滤的比较干净。那另外，如果你想要过滤的更干净的话呢，你可以用什么？可以用咖啡滤纸再做2次的过滤。但是用咖啡滤纸它滤的速度会很慢，所以可能你要让它过滤个1整天就不管它，然后才有办法把它滤干净。好，那呢我就用我这个算是这个洗脸布来做一个过滤。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过滤喽。来，我们把油就倒下去。好，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很漂亮哦，是带一点金黄的墨绿色。好，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哦。其实会有蛮多的油哦，都卡在这个左手香这个渣渣哦，就是左手香粉的渣渣里面，所以我们尽量哦，就是要把那个所有的油哦，都把它挤出来，好，这样才不会浪费我们这么非常珍贵的这个萃取油哦。哇，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超级香的。好，现在这油都往下滴了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你用这个滤布呢，或者是像我这是一个洗脸布，是比较小张一点，可能没这么好过滤哦。滤布就比较大张，记得要怎么滤呢？就是先把上面的口抓起来，然后呢不要这样子挤哦，挤的话这个渣渣就会从下面这样子往上喷出来。你要从上往下挤。好，大家看到了吗？非常珍贵的萃取油。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的萃取油哦，非常珍贵，真的一滴都不要浪费哦。那因为我自己是做的量，通常我都做的比较少哦，因为我觉得它像这个油膏啊，或者是肥皂啊，其实你做一些哦就可以用蛮久的，所以通常我都是少量在制作。那如果你有很多的左手香，然后你想要做成礼物呢，送给朋友的话，你一次做多一点呢，会感觉上是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率啦，感觉上是不用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只做一点点这样子。好，那这些剩下来的就是它的这个叶渣叶渣的部分，我们就不要留了。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要把它装瓶喽。你可以选择这种其实只要是安全的哦，就是稳定的，比如说玻璃罐啊或者是说你用这个 PP 的容器带盖子的都可以来盛装。那么其实我建议大家哦，因为我是要装这个有颜色比较清楚，可以给你们看哦。但是你们自己呢，可以买这种合色的玻璃罐哦，这是在化工的器具行都可以买得到，因为它可以避光哦。那避光呢，就可以比较能够让我们这个萃取油的保存期限呢拉长，然后呢它的颜色也比较不会变色哦。好，那我们就来把这个萃取油把它装瓶。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来量量看，说到底我们这样子过滤出来有减损掉多少。哇，其实少掉蛮多的呢，有很多的油都是卡在这个叶渣当中。好，那目前呢，我这边过滤出来大约85克的萃取油。那记不记得我们是加了115克、114克的萃取的油进去浸泡的嘛？做萃取的，所以呢，它大概减损了将近30克哦。减损的蛮多的。好，因此呢，你可以在你做萃取的时候呢，你再多加一点油进去做萃取。好，这样子呢，就到时候萃取出来的量就会比较足够。好，再接下来我们就来萃取这个低温干燥左手香的萃取油，把它倒下去哦。哇，你看颜色完全不同。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绿。好，我把镜头靠近一点给大家看，这么的翠绿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过滤。哇，这个萃取油的味道也是超级的香。其实草腥味没有那么重啦，可能每一批左手香的状况也不太一样哦。带一点青草的气息，还不错，非常的香哦。再来，我们就来装瓶。
那同时也看看我们有减损多少的萃取油呢？这个呢反而没有减损太多哦，这里有112克的萃取油，这2款左手香萃取油就完成啦。记得一定要贴上标签哦。好，然后呢，注明这个是高温干燥左手香萃取油啊，然后呢，它的萃取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好，那一般呢，这个萃取油说是可以摆上1年哦，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天气真的不适合摆这么久，所以我建议大家在3个月之内把它使用完毕。你可以做油膏，可以做手工皂啊，或是做护肤油都可以，不要摆太久哦。然后在保存的时候呢，也记得避光避热，好，那才可以使用到就是真正新鲜的有高效成分的这个左手香萃取油。好，那我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完成啦，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猪母手工皂的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